大家好，我是小废物手作的 Roxy， 好久不见，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作品啊，因为开学，然后我们家有3个上学的孩子，所以一阵混乱，然后我自己的工作也是忙碌一阵。好，中间都还要产出一些作品，但是还没有时间来分享给大家。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款非常简单，但是备料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手机袋。它钩织的时间我觉得并不长，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需要钩织的部分不多。然后因为它是透明的，然后现在小朋友不只是小朋友啦，大人其实也很喜欢透包风，透明的包。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它透明的非常方便。然后意外的发现它是透明的，所以它还可以操作。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密码是多少。总之，现在也可以稍微按密码。然后这个包看起来已经脏脏了，对不对？因为它已经带出去好多次，这是我们家小女孩指定款。然后她已经带出门了非常多次，她自己是跟我说，她觉得非常好用，她拿起来可以直接接听手机，就是不需要从袋子捞出来手机以后再看是谁。然后他也不太喜欢手机只有绑挂绳，然后在身上晃晃，因为他怕手机的萤幕会撞破啊。他就很喜欢这一个袋子。然后他说，因为上面其实我们有打孔，所以其实接听电话的时候，就算不拿出来，还是听得到声音。然后因为整个都有洞，所以下面收音也没有问题。总之很方便，然后他觉得背起来也很可爱。然后大家看一下背面哦，背面这一块透明的并不是真的透明，它是五彩的，就是花俏的小女孩选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款我觉得很可爱，然后跟背带是一体的，很可爱又很实用的透明手机包。顾名思义，因为是透明的，所以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就有透明，这个应该算是透明的塑胶布，它很多用途嘛，像是摆摊的时候啊，铺东西、方程啊。然后我自己这一块是购买的，我自己第一块打样的时候是使用那个不知道哪一个超商之前送的不是购物袋，好像买饮料送的袋子，然后透明的，我就把它裁下来一块没有 logo 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小孩的垫板有的时候透明的可能也可以使用哦，大家可以多元的试试看。然后打好样了以后，我就在虾皮购买东西的时候，顺便去购买了这个塑胶布。啊，不需要太厚，太厚的话怕打孔机不好打过去。然后也不好，可能包会比较挺啦，但是可能也不好拿取，就不够柔软。然后我在买的时候啊，也顺便买了这种花俏的样子，就是五彩的，有没有镀膜的？然后还有买到黄色的，所以布行其实都会有，像是永乐之类的布行，或者是一般布行啦，可以问问看。然后也是按码去计算去购买。然后我们会需要2片，前后这样2片。啊，你可以2片一样，也可以像我家小女孩订的那个款式，就是2片，一片是五彩的，一片是透明的，都可以哦，看自己的喜好。好，再来就是这个大小。好，我们通常我如果直接在这个透明的布上去做记号或是打样的话，会怕不好清洁掉，就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擦不掉，用酒精也擦不掉。所以通常我建议呢是使用一张纸这张纸的版型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在那个影片叙述中。不过这个东西因为是手机袋，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手机大小去做调整。然后我自己是用手机的大小呢，大概是就是打洞的这一圈。内缘手机的萤幕大概就是打洞的这一圈这么大，然后外面预留大约从洞孔的中心点到边缘大约是1公分。想给大家看一下，洞孔的中心点
在这里到边缘大概是要预留大约1公分的距离，四周都一样。然后洞孔和洞孔之间呢，好，洞孔和洞孔之间就是没有洞的部分，每一个洞之间我大概是预留1公分。然后这样搭配我使用的线材是细的棉线，大概这个粗细度，然后使用的是2.5的钩针，所以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找适合的线材和适合的版型，然后这可以自己打样也没有关系。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洞孔的大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疑问？因为一般来说打洞机的大小，没关系，我打一个试试看。打洞机一般的大小是这个大小哈，然后这个大小我也有尝试，想说大家比较容易取得这样子的打洞机，所以我就尝试打样了一下。结果这个样品我并不满意啊，主要的原因是它这个洞孔很大，它如果洞孔这么大，我不是很美观。然后如果要把这个洞孔塞满的话，我就必须换比较粗的线材，那就跟我整个设计上不是很搭，所以我就放弃这个。所以大家可以去购买，就是小的打孔机，小孔的打孔机来打孔，或者是替代方案，就是手作人应该都会有这个，对不对？就是锥子。只要把锥子烧热，然后如果你有做好记号，在记号上直接烧热以后直接戳下去，到一个固定的大小，就是大概就是同样的大小这样子也可以。好，看大家要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好，所以可以先制作好这个手机荧幕大小多边缘各多1公分的版型。好，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袋子的大小哦，袋子不会比它再大了。袋子就这么大左右。好，然后前后2张塑胶布准备好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钩织的部分咯。好，我们今天示范呢是使用这样子的钩针，这样子的线材就是细的棉线，好，纯棉的，所以它比较没有弹性，直接用来钩织背带的话，它不会，我们的钩法是不会出现太大的弹性和伸缩，这样比较适合使用。然后钩针的部分呢是2.5米的4号钩针，然后这一款紫色钩针就是广岛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有买。我最近有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我有擦，好像也不常擦乳液，但是就是常常使用的话，我有2只都有出现就是这样的凹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留言跟我说一下，让我觉得我不孤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之前灰色的和红色的都没有这个情形。我已经有2只出现了，就3米的和2.5米的，因为很常用。然后前面我一直以为是我压到还是怎么样，可是其实好像也不至于如此吼。然后就有很奇怪的纹路，好，没关系，还是可以使用。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像有的时候啊，作品就是像包包的作品，我们有包底，对不对？包底也有打洞。那大家知道每一个洞里面应该要塞几针吗？很困难哦。我之前也是觉得啊，这个都好像很随性，或者是我就跟着设计师设计好的针目去做。我今天来教大家怎么去计算这个每一个洞孔里面要塞几针。然后，所以是用不同的线材，你可能会跟我有完全不同的针数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找合适过得了这个洞孔的钩针就可以了。好，首先呢，我们先不钩织，我们先来算一下，计算一下我们需要的针目。首先，我们来起针，起短针，然后起的一定要比这个长，大约比它长个4-5公分都没有关系。然后起就像一般起短针，起锁针辫子，绕线起针。啊，也不用刻意去计算起了几针，那倒是没有关系。这个做法啊，其实就是一般量织片大小去预估，就是设计师常用的做法啊。
用织片大小来做针数的计算的方法。啊，这样做出来的作品才不会说比这个塑胶布大很多，然后会有一点扭曲，或是比这个塑胶布小很多，它就会皱在一起，没有办法展开。好，这也适用在任何就是有那种大家买的皮底的包底那一种。好，我现在锁针起了这么长，所以这样应该是足够了。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一针。挂一针起立针，然后我们开始在里山，要在里山钩织会比较准，然后在里山钩织短针，啊，每一个里山钩织一个短针，就这样一路钩下去。好，我们从头到尾钩织完成了以后，就是长这样，到了第一针。好，如果不熟悉的朋友，可以在第一针的地方和最后一针挂上记号扣。但是并不是特别需要啦，因为我们这个是用来量针目的织样，所以呢应该是没有关系。然后因为第一圈是锁针，锁针的松紧度和长度跟短针会不一样，所以我都是觉得第一圈第一层会比较不准，所以呢我自己的习惯都是会钩织2层。好，所以我会再钩一层，这边开始第一针翻面。起立了以后，再钩一层短针。好，我现在钩织好2层了，然后就可以搭一个锁针固定，把钩针抽掉。然后我们要用这一个织样来量一下长度，让我们决定这一个边长需要几针。首先，因为这个塑胶布是没有弹性的，但是我们钩织的东西因为针目的关系，一定会有一点点的弹性。所以这个时候请务必一定要量一下，请务必一定要把它稍微拉扯一下，因为我们装东西进去有重量，手机还蛮重的，然后把它拉有点平整的感觉，然后有点扭曲是正常的，这就是证明了我说锁针的长度和短针是不一样的。今天是中秋节，然后在录影片的时候，外面一直有鞭炮声。好 ，OK， 好，不理他，我们继续。好，所以呢，好拉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沿着这个长边好了，我们沿着这个长边，然后去从这里开始算，这个是锁针的头，我们不要，我们从这边开始，然后大约是到这一个针目。这一段长度，然后我们去数数看这一段长度到底有几针3、6、7、8、9、10、13、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好，大约是32针。然后这一边呢，我们也稍微量一下，看一下，从边长这边，然后对到这边，然后再拉扯过以后，不要再进，就是这样放上去就可以。好，大概是到这一针。好，让我们数一下：3、6、8、10、13、16、17、18、19、20。所以我们量出来的。大约是，好，我们就用这个纸样来写一下。好，这边总共是长这边要32针左右，然后宽另外这边是20针，短边这边是20针左右。那我们就要来算一下32针和20针的话，可以这些洞孔要怎么去把它塞满。那我们这边是14个洞，2、4、6、8、10、12、14。好，这边是14个洞，14个洞呢32针左右，上下1、2针都没有关系哦。啊，14个洞，所以一个洞大约是3针或者是2针嘛。一个洞如果是3针，总共就是会变成40几针啊。一个洞是2针是28针，所以就接在这中间。
然后这一边其实应该也算起来的话，应该也会是差不多，因为我们用一样的织样去做的，1、2、3、4、5、6、7、8针，然后20，所以呢，8、3、24，如果每一个3针是24针，8、2、16，然后再16，它刚好接在中间，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计算这每一个中要几针。然后转角呢，通常我都会塞比较多针，那如果我转角塞3针。然后我看一下哦，大概是3、2、3、2、3、2、3，哎，这样可不可以去这样算算看？好，鞭炮好吵，他们不知道放完了没？3、2、3、2、3、2，然后啊，这边我们这边就不要2针，然后你看3、2、3、2、3、2、3、2的话，这样刚好就20，好，目标就完成。然后横的这一边，这是长的这一边，我们再来看一下，总共如果我们也是隔针32、32会看看会怎么样？好了，就32、32这样10针，32、32 20针，32、32 30针。然后33针，哎，这样好像有点太多，所以32、32 10、20、30，好，那其实这个好，鞭炮终于放完了。我在剪片的时候一定很生气。好，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我们如果3、2、3、2，因为这边也是3的话，如果我们塞3针，32、32，然后这边32、32、32、32，然后中边这边还有2组32。那我们这样总会是10、15、20、25、30、35针，然后会稍微长一点，不过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因为这边还有转角。然后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打好样了，我们这一边就是35针，然后这一边是20针，然后就可以开始了。好，所以不管你的线材是什么样的线材都可以用，然后底板的洞孔多少，然后洞距是多少，都可以用这样的计算方式来完成，就是要做一个织样啊。如果你的线材跟我差不多粗细啊，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咯啊。如果不一样，或者是大家想自己试试看怎么去规划这样一个样，就是打这个样子的话，可以做任何大小的包包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哦。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有最后一个工作，就是这个转的直角啊，到时候我们转角的时候会非常麻烦，会不好看，所以请务必把它导成圆角，然后圆角导的好不好看并不重要，总之就是要导成圆角，然后让它洞孔距离转角不会太远，跟这边不会差太多，所以我们把4个角导成圆角，然后我们就直接用这一张五彩的来示范怎么钩织哦。好，首先呢，帮我打一个结，打一个活结，套在钩针上。然后我们从转角开始，然后可以把织样，就是我们规划好的织图摆在前面，看得比较清楚。好，然后请帮我从转角这一个转角开始，钩针进去，直接套上来。好，这个时候请记得钩织的技巧。非常重要的技巧之一是，这边一定要把这个针目拉到够长，然后就会，不然的话太窄的时候，你看这样钩织起来的时候，它的塑胶布会没有办法展开。但是如果拉得太长，好，来示范一下，如果拉得太长，譬如说很松这样子，那钩织完这个会就是很空，它没有粘着
整体没有连着塑胶布的感觉，看这样子空空的，然后这个针目就会不好看啊，因为手就可以拨动它。如果很多人都很空，看起来就不太美观。所以呢，这个控制松紧还蛮重要的，尤其是开头几针啊还不习惯的时候，可以放慢动作，然后把松紧控制好。先松紧控制好，大概知道这个松紧度。好，这是第一针。第二针一样，从洞孔进去，后面绕线出来，拉齐高度。可以用手，我自己习惯是会用左手拇指和食指稍微压住，这样会比较好把这一针短针完成。好，3个短针。好，第一个洞3个短针，然后第二个洞是2个，所以就2个短针，1、2。好，第3个洞3个短针，我们就依照这样的方式，1、2、3，3个短针。好，第二个洞2个，1、2。好，松紧度如果都控制的得当的话，它就会刚刚好卡在这个边缘，就会很美丽的，就是我自己觉得还蛮可爱的图案出现。就是这个手机套，我觉得这个手机带最可爱，就是洞洞这样接上线的感觉。好，那这一排就依照这样完成到最后一个洞哦。好，那目前我们就依照这样子的方式完成了。然后因为我想要转角多一点针数，所以你看这边啊，我这边有2针重复的是32，这边是23，然后应该在这边3223。好，其实这样看起来其实不会很显眼，影响不大。所以最后只要每一针上下，就是每一个洞不要差超过1针，不要的4针，有的2针这样子的话，差前后差1针都是没有关系的，看起来不会有特别显著的不同。然后我们就转角，好，我们转角到这一边的时候，我们这边是32323232，好，就这样1针3针1针2针。所以到这个转角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来，因为这边已经3针了，我们转过来还是一样要它的3针，不然这个边长就会有一点合不上哈，所以还是要3针，1、2、3，好，3针。然后这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宕机，好，我应该这边想要它就是多1针3针，所以我这个应该我们把它这2针就是中间从这里开始好，也是一样做颠倒，变成2323这样子，转角会比较多针，会比较好看。好，所以这边3、2、3、然后2，然后这边再3针啊，这边是我就变成2针了，2323，所以这个也再一次2针，3、2、3，然后2针，2，然后3，1、2，转角的时候松紧度这边可以放慢速度，然后比较能合配到这个弧度这一边。好，然后这一边也完成了，所以1、2，两边都完成了，非常快速，有没有？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往这一边走。这一边的针目变化就跟它对面一模一样，好，所以就是32322323过去这样子。好，然后到了转角的时候，就会变得跟对面这一边一样，3232，所以转角每一个转角都有挤6针。好，因为这一边的3针加上另一边的3针都是每一个转角都是6针。好，那我们钩织完再回来哟。
好，我们到这里，好，我们把这整个塑胶片的塑胶布的边都跑完了，就有种刺绣感，很美，有没有？好，那我们这时候啊就可以，这边最后是这个转角，本来有3针起头，这边我们最后再钩织3针，以后呢，我们直接断线，然后拿出毛线针，直接把这个抽出，然后我们来做一个隐形的结合，好，毛线针穿过以后。当初我们这一条线为什么没有跟在里面钩织呢？因为你看跟在里面钩织会这样。好，这个是五彩的，已经不那么透明，跟在里面钩织其实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不能藏在这，它只能先在这飘。我们等一下会跟上面的藏在一起，好，所以不理它没有关系。然后我们把它立起来看，第一针就是这一个结后面的这边，1、2、3，对不对？来看一次，这是第一针起头的第一针。第2针的 V 字形在这边，然后第3针的 V 字形在这边。然后我上次有说过，之前有看影片的朋友就知道，隐形的结合其实是我们创造一个假的第一针，然后让它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忽略第一针，从第2针跟第一针一样，从第2针的中间，第2针下面过去，直接这样穿过去。这一根线不用管它，然后穿过去了以后，我们回到刚刚最后一针，也就是这条线一开始出这一针，有没有？这一边我们从圆洞进去，然后记得不能只穿一条线哦，这样很浪会拉扯。我们直接穿到它下面，短针下面都会有一条横线，这条横线一起过去。然后呢，因为它是侧面，所以这边可以稍微。我穿错了，不好意思，再一次，隔着手机操作就没有看清楚。好，从第2针过了以后，我们要回到原来这一条线，你看这一条是我们穿过去的线，对不对？我们回到它原来的洞口，这个洞。然后记得多穿一个后面的横线，好，这样进去，好，这次就顺了，然后这样就制造了。你看这边如果从侧面去看，就是1、2、3、4、5、6针，好，没有问题。然后不要拉太紧，不要太松，就是假装它是第一针上面那个针目。然后可以跟线尾这边做一个打结，啊，也不用刻意去藏，因为这个其实不是很好藏，因为它透明的。藏了其实都看得到，所以我们要等一下把它藏在不透明的地方。好，没有关系，就让它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就再藏它。好，一片就完成了，非常快速啊！虽然前置准备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还有我的废话很多，但是这样子一片就勾完了，史上最快勾完包包一面，对不对？好，接下来而且是用很细的线。好，接下来我们也要一样的方式来处理它。先把它的倒角，另外一面倒圆角。像我这个洞孔这边擦不掉，或是你这边洞孔有脏污吼，其实没有关系。你看，其实看不到，最后会被线盖住，所以不太需要担心。我们把角先倒好，好。倒好角了以后，就开始接线钩织，然后织图呢就跟刚刚一模一样，沿着这个从这个长边这个转角，好，所以我刚刚要用这一片来示范，因为透明的真的看不太清楚。好，从这个转角开始往下跑，好，跑一圈，一圈以后，我们这次不断线了，我们直接钩织它包身厚度的部分，所以。勾完一圈以后，我们再回来哟。好，我们钩织到了最后一针，跑掉了，来这边最后一针，好，这边补了3针那个短针，然后这边也是3针短针。然后啊，我们这次没有要那个断线，我们这次直接要来把包身，就是
就是侧面的厚度钩织起来啊，因为是手机带，侧面其实不太需要很厚，侧面就大约2层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们就直接转向，然后直接开始钩织咯。好，首先呢，我们做一个结合，跟第一针做引拔，引拔起来以后，好，我们引拔起来以后，一针起立，然后之后我们要来钩织短针，然后短针我们是钩这一个 M 字形这一个圈，来1、2、3这3边。然后我们不用钩织最上面，上面我们最后在一起跑边，所以我们要钩织这个短针的时候呢，我们直接开始起立了以后，但这个短针我们只需要钩织后半针，好，我们只钩织后半针，所以前半针就放着它不动啊。这边引拔以后，我们来后半针，啊，后半针第一针可以放上记号扣，因为我们等一下是来回就是翻面的钩法，所以怕会搞不清楚第一针在哪里，可以放上记号扣哦。然后第二针就在它隔壁，啊，也是交后半针。这时候可以顺便把它们后面这个线头、起头的线头抓起来一起钩。好，第三针，好，你看一下，现在线头如果抓起来一起钩，它就会滚在这一个短针里面，不会跑在这个透明的地方，然后就不会很丑哦。所以要藏也是要藏对地方。好，那我们就一路这样钩织下去，全部都是后半针，好，只钩后半针，然后短针，后半针就是离自己比较远的那一条线。好，然后我们钩织到这一个转角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好，我现在钩织到了这一个洞上面这2针，然后到这个转角，然后我们上面这边是包口，所以我们包口的地方不做这个包身的侧边嘛，对，所以啊，我们在这边，所以这边只要钩3针，这个洞其实这边有3针是属于这一边的，对不对？另外3针是属于短边的。所以我们只钩织3针就好咯，一样哦。后半针1、2，好，3，好，这样就完成了。然后这个时候一个起立针，转向，翻面了。好，翻面以后我们就钩织整个短针，好，整个短针钩起，就是2个辫子一起过去的短针哦。起立针以后，我们就不是只钩后半针了，我们钩整个短针。好，正常的短针，然后有记号扣的话，可以扣一下第一针，这样我们到时候回来找会比较容易一点。好，接着一样是整圈，好，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这个状态。因为我们刚刚是用就是织片去量的，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把它整圈勾起来以后，它是平平的往上涨，它不会有任何扭曲，不会有大小就是感觉太松或是太紧的感觉，所以就是为什么一开头要做那一件事是非常值得的，除非你是跟我用差不多款的线，然后做差不多的大小的带，就直接使用我的版型就可以咯。好，那整圈的短针，然后我们钩织到橘色记号扣这边刚刚的第一针以后，我们再回来，然后就可以把这2片合起来了，非常非常快速的一个包包。好，我们钩织到了最后一针，然后我们把记号扣拿下来，然后我们直接在最后一针记号扣拿下来后钩织一个短针。好，那我们这一圈就完成了。然后，所以我们的包就从单纯的一个织片，好，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状态。虽然只有短短的边缘，只有这样子，大约1公分、1.5公分左右高而已，差不多就跟手机的厚度差不多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把2片做结合，所以我先一个锁针起立，然后我们先把它拉长。
好，接下来我们要拿出刚刚钩织好的这一片，另外一片只有跑一个边这一个。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记号扣，可以找一下。我们如果是包口在这边我们把包口留在这边的话，这边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直接用上面的线段来把这个线头藏住。所以我们是要这样合上，看一下针目就是这个是它的反面，反面会有一条横线。我们要正面会比较有像辫子状这边。然后这边呢，我们要找出它的转角，转角就是3针，对不对？这个转角总共6针，有3针属于这一边，3针属于这一边。这边的我们不要，我们要钩织这边的长边的3针，1、2、3，第3针在这里。好，那我们先找到，你可以先挂上记号扣。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合上的时候，是这个角跟我们这一边，我们等一下要直接做结合。然后我们要用引拔来做结合，不过我们引拔的方式呢是只引拔2条线，我们分别引拔这2个织片上这个短针短针的部分，我们分别引拔它靠近我们的那一条线。所以就是这一圈前半针，然后这一针我们虽然是记号扣是挂这样，但是我们只要引拔它的前半针就好，这个半针。好，想要保留它另外一个半针留在这边当一个边框。然后这一边为什么只拔前半针？只拔前半针它会比较不稳固，就会有一个转角状态出现。好，那我们就开始咯。好，我们要引拔这一针的前半针，所以钩针刚刚已经有一个就是转角的起力了。好，我们直接进去第一针前半针，然后呢，记号扣这边也是靠近我们的那个半针，这样是2针，我们不要，我们只要1针，好，靠近我们的这一条线就可以，2条合在一起做引拔，绕线，然后拔出，好，这就引拔了。第2针和后面全部都一样，我们拿下一针，第2针在这里，然后我们引拔过来这一条，引拔这一条线和这一条线做引拔，所以顺手的话还蛮好拔的，因为它们都属于比较会凸起的那一针，同一个方向。6。我们拔个10针，再来看一下状态哦。把这个弄错，7。好，我们先把它拉长，给大家看一下。引拔完以后，它自然会出现一个转角。所以我们前面这边有一个转角，后面这边有一个转角，我们的包身就大概可以有一个样子。好，这是它的侧面。好，所以我们就把整圈引拔完到对面再回来哟。好，我们引拔到最后一针，记号扣拿掉，刚好对面也是最后一针，这样就没错哦。那这个包身这边就引拔完成了，我们先一个锁针，它不要拉掉。好，先拉长。OK， 好，你看包身现在长这样。然后它里面在钩织的时候用塑胶布它会相粘在一起，所以有时候钩的时候会有点卡卡的。好，不过没有关系。钩完了，完成了，就这样。它的侧边可能会有稍微比较紧一点，因为我们钩织短针，好，所以可以稍微拉一拉，它基本上都很平整的。好，耶，史上最快完成的宝宝。好，然后好，你看这个手机，这一只泰西手机比较小，然后放进去偏大。好，我的手机是萤幕比较大的款式，所以放进去就刚好。好，我的手机现在正在录影。无法。好，那我们这个包身就搞定了。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包口做一个加强的固定。好，包口这边只有单层，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要滚一圈的
短针，让它包口比较稳定。好，先把手机拿出来，好重哦，不好勾。好，然后顺便可以把刚刚开头这边的线头把它放进去。好，来，我们刚刚已经有一个锁针了，所以已经起立完成了。好，然后这边可以起立完成了以后，侧面啊，我们这边侧面就挂2针，因为我们有2层的短针嘛，所以就大家找地方挂2针，记得不要只拉，比如说只拉这样一条线，只拉一条线的时候，它短针会很不稳固啊。无论如何找一个洞，至少可以有2条线这样一起拉起来。然后这时候可以把一边的线头拉过来这里。我不喜欢把2边藏在一起，因为这样好厚哦，那个针目会明显的看起来就比较粗。好，我就不喜欢，所以我都只一边藏这个，另外一边藏在这一边。好，然后在第二层这边短针的侧面，我们也找了2条线，把它挂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可以先放上记号扣。记号扣在这边第1针。哦，又弄断了。我每一次录影片都会弄断几个记号扣啊，但是因为这个线比较细，像这个记号扣就不好用。好，没关系，还有。好，那第1针、第2针在这边，侧面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正面的部分哦。好，正面这一边，这边我们引拔了3针，所以这边还有3针。好，2针一起钩织，就是正常的短针 V 字形一起钩织。好，记得我忘记把那个线头藏在里面了。好，线头拿进来藏在里面，一起走。等一下就不用再额外去收线头。2、3，跟着一起滚边过去。好，我们这一边最后一个洞这边，这个是3针，好，所以1、2、3。好，这个记号扣是我们刚刚起头的记号扣，所以可以拆掉。好，3针过了以后，我们要回到这个侧面，对不对？侧面我们要2针，所以1针在这里。你侧面有2排短针，在后面一点好了。1，好，这样就只有绕到有2针哈，1，然后在隔壁这边2。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回到另外一面的时候。这3针这边是跟引拔这边结合了，所以我们就往另外3针1、2、3这3针，好，短针就开始跑它的边，1、2、3、5，好，然后我们就一路短针过去到结束哦。好，最后1针在这边哈，1针、2针、3针，好，剩下的另外3针都有跟侧面做引拔，所以到这边我们整个包口就收好了。我觉得收1层就够了，因为太厚了不是很好看，然后也没有需要，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弹性哈，不会说要多收几层，让它收口比较小。好，然后我们就直接跟第1针这一边引拔，我们刚刚忘记藏进去了。好，那等一下只好用毛线针藏了。我刚刚钩织的时候应该要记得那个线头。好，那我们跟第1针做引拔。好，线头先放后面，我们等一下来处理它。引拔，好，引拔完成了以后，我们先把线段拉长。可以看一下，这样包口我们也钩织完成了，所以这个包，透明的手机包就完成了耶。好，
然后啊，我们现在直接来钩织背带。好，我们把印拔做结合，这个包口我们就收好边了，就是平整的包口。然后我刚刚顺便把线头藏了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剩下一个背带，对不对？背带的部分不会很困难。那背带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好，我觉得这一款背带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的。它很快，然后它也很省线。再来，它的拉扯度并不高。你看，因为这其实小女孩已经背出去很多次，然后它就固定是这个长度，然后也不会再变了。一开始我做的时候，大概比现在这个长度我去量，大概少，我有抓5公分，让它延长5公分，然后大概5公分后也不会再变长了。不过要再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也是跟使用的线材可能是有一些关系啦。然后除了线材以外，然后就是松紧度跟就是如果是这个样式不会变太长。然后我觉得这个样式就是很多线条的感觉跟这个边边有没有很呼应？所以我觉得我选它，我觉得很呼应又很可爱。然后它背起来还蛮秀气的，然后又有一种有洞孔的凉爽感。好，那我们就开始咯，不会很困难哈。来，它如果是虾边是属于比较稳固、比较实在的状态的话，它就是比较镂空，但是它其实也是非常稳固的。因为我拍摄的关系，这个很挺，反而很麻烦，我把它折扁一点。好，我们已经结合了以后啊，来锁针，我们把它引拔出来以后，引拔到刚刚侧面这边1、2第一针嘛，我们拿掉记号扣的第一针，然后我们直接一个锁针先拉长，然后这是第一针，帮我数一下1、2、3。在第3针，也就是转到正面这边的第一针这边，1、2、3挂上记号扣，这个是我们这个背带最后一针会落的位置。然后这个背带呢，都是最后怎么说？这个背带完成就是每一组的模样完成的时候，完成之前，你的钩针上会有6个线圈。好，首先我们把这个拉长一点点，好，大约这样，然后每一次起来都差不多要拉这么长哦。好，第一针就是我们刚刚起针这个洞呢，我们再进去，不用绕线，直接进洞。好，这时候你怕它跑掉，也可以用手稍微按着一下，直接进洞以后，我们绕线出来，这时候不要直接拉长，好，绕线出来，我们先是短的就好，在短的状态，我们打一个锁针，然后再拉长。好，现在是2个线圈这样。然后再一次哦，在同一个洞再一针。好，不用绕线，直接进洞，绕线出来以后还不用拉长，正常就是短的时候，直接绕线拉一个锁针再拉长。好，我们现在的钩针上有3个，好，3个线圈。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洞，下一针。好，下一针这个针目的是我们一样的做法，要做2针。好，一样是不用绕线，直接进洞，绕线出来以后，直接套一个锁针拉长，再一次套一个锁针拉长。好，这样就有1、2、3、4、5条线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把记号扣拆掉，然后我们下一个洞一样的动作，但是我们要打在这个洞，好，直接进去绕线出来以后套一个锁针，这6条线了吗？1、2、3、4、5、6，很清楚对不对？拉长，好，拉成平的，好，跟包口呈现平行的状态，所以它们都一样长。好，这时候可以按着一次绕线以后一次拉出3条，1、2、3，然后剩下3条不需要拉，这样子。然后接着呢，左手可以按着这边帮忙固定，左手食指和大拇指可以按住这个已经被拉起来这一块。我们这时候
打一个锁针，然后不要再套出去了，一个锁针。好，一个锁针，它们3个就被圈成一圈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再绕一次，把这4个线圈一次拉出。所以我们这一个组一个花样，其实是左边会有三条线，右边会有3条线，左边3针，右边3针的意思。拉出以后，我们进入第2组花样，不要拉太长，只要可以工作就好，直接套一个锁针起来，然后再拉长。然后呢，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个大洞？好，1、2、3、4、5、6，中间这个大洞，我们要在这个洞里面塞4针，一模一样，跟刚刚一样的，就是直接进洞，套线出来以后，直接拉一个锁针后拉长。进洞套线出来，直接拉一个锁针后拉长。好，这样2个。好，再来套进，直接拉一个锁针，拉长。这没拉到锁针，拉长。然后再一个。好，这样就有1、2、3、4、5个，然后它是平的，对不对？最后一个我们要找一下，最后一个呢，好，这边可以往旁边拨一下，大家挤过去一点，挤过去一点。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拉出来以后套一个锁针的里衫其实是横的这一条线，有没有？它把这下面3条线套在一起，这边有一条横的。好，钩针进入那一条横的线以后，套线拉出来，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了。这次不用再用一个锁针，我想要它边缘比较平，所以这样就好。现在一样是6条线在钩针上，绕线一次带3条，1、2、3，好，3条好了。这个时候可以用手压着，这一针不要太紧，不然你下一次要找这个里衫会很辛苦哈。这一针可以不用太紧，然后套出一个锁针。好，接下来1、2、3、4有4条线，也是一次套出来。好，第2组就完成了。我们再一次哦，一个锁针，然后拉长，中间这个洞要4次。好，就是钩针进去以后，拉出个线圈，直接套一个锁针，以后再拉长。3，可以把旁边往旁边推一下。4，好，那4个1、2、3、4、5个线圈拉长了以后，来后面找这一个里衫。好，这边找到了以后，绕线拉出6个线圈，一次。这时候可以就是压着，它线圈的长度就不会跑掉。压着，绕线带出3个，然后再绕线打一个锁针。然后再绕线带出剩下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好，这个怎么说？这个花样啊，其实就是利用中间4针挤在这中间，然后把这个洞孔撑大，然后左右都有3条线，所以这样子如果有重量的话，它就会呈现有像一点点微微的倒三角形。然后有一种镂空感，就很好看。然后就这样一直勾下去。如果只是想要一个短把，那就用短的，这样子转过来就可以了。啊，我觉得它很方便接听电话，所以我觉得它很适合背带，长背带。所以我决定我还是要勾一个长的背带。好，我们勾完以后再回来看怎么结合哦。好，背带我现在钩织到差不多的长度，我试过了。好，是合适的长度以后啊，可以比合适的长度再短一点点，大概短个这样一截，让它可以拉长。然后我们就断线，然后把这个线段抽出。好，然后我们就把它用毛线针缝上即可。啊，毛线针缝上。
它缝合的技巧其实也没有什么技巧，我们把它缝上去就可以了，整齐即可。然后还要记得就是不要转向了，因为这个背带长背带比较长。然后你看，我们就把它顺着顺，不要让它转向。好，从这边开始，然后顺着。顺到这边对面，然后这边，然后呢，它主要缝合的点呢，就是除了侧面这2针以外，还可以看得到侧面这1针1，然后2，除了这2针以外，可以稍微固定在右边和左边各出去1针，所以前后就是4针左右的位置。好，那我们就开始咯，就把它缝合上。然后缝合的时候也尽量不要改变这个原来的这个形状，所以通常我都是把第1针和第4针固定，就是有这一丛这个三条线合成一针的感觉，所以我们把它全部都固定在同一针上。好，把它固定在这边第1针，然后中间2个就固定在中间2针，用来固定中间这个锁针的线段。第1针可以缝稍微牢固一点。好，这样 OK。然后中间2针啊，我就过这个中间这一段线段。然后最后1针把它放到正面这边这一针这边。好，最后1针，然后这样侧面去做一个缝合。好，最后1针我也是会多固定1次。然后最后把它走到里面，到这个包带内部这边，然后到包侧身短针这边把它打结，然后做长线，拿下来，我们把它打结在这一点，这个附近。好，然后长线就把它藏好收好就完成咯。然后我长线一样是比较喜欢藏在短针这一边，所以就把它短针翻出来长线。然后虽然它是塑胶的，所以比较不好翻动，所以稍微用力一下应该是不会坏掉啦。然后我回穿1针。反方向走回去几针，好，这样确定应该是不会掉。扯一下，断线。OK， 好，那我们的包包就完成了耶！我找不到一只大手机，因为小朋友通常都是拿大人的旧手机啊，儿子的。好像也一样大，对啊，这只是我想要做给我自己的，所以稍微大一些。好，放进去就很可爱，还可以显示出手机本来买了很美丽的贝壳，然后这一面还是可以使用哦。好，一样我不知道它的密码是多少，好，所以不管它。好，那我们用钩织可以完成的痛包就完成了，然后很快速。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就是一开始啦，我们一开始要用纸片来打这个版型，就是跟塑胶布合配的这个版型上，要稍微比较费事一点，但是钩织的部分并不会太难。好，
然后呢，看一下一球线，这一球线是新的，只用了这么一点点，所以呢，这一球线应该也够2到3个没有问题哦。然后也可以试试看双色啊，如果把两边都跑不同的颜色，可能也会蛮有趣的。好，那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欢迎在留言里面跟我分享。然后如果有什么钩织上的问题，也欢迎提出哦。然后如果有作品可以想要跟我分享，没有问题可以帮我放在 IG， 然后 tag 小废物手作，我就可以看到了。期待大家的作品，谢谢，拜拜 ，See you next time。